我比他大8岁，决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但现在我慢慢发现我们不合适。我很爱他，也是真心想娶她，我们都离异过，我们更能够理解彼此，而且我是真心对他好。他口口声声说对我好，可是他平时是怎么做的？我让他改那些缺点，他根本就不听我的。我不太会表达感情，我愿意为他做出改变，希望他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能走到一起，真的不容易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，37岁，来自湖南，汽车售后服务。女嘉宾邹女士，45岁，来自贵州个体。来，有请。这个最好。好，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？有了2、3年了吧。2、3年了啊。当时谁追的谁啊？我追的他。哦，他追的您啊？对。啊，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我们认识10几年了，以前就开服装店认识的。啊。认识，然后都10几年了。有认识10几年。然后就15年的时候，他就追了我1年。他为了追我，就还本来他自己有房子住的，他就租房子租到我一栋楼5楼去，我是住3楼的嘛。然后就经常帮我做一些就是我做不了的事嘛，就比如说我在网上买一些那柜子什么来的装不了，他就去帮我装。所以说您的年龄什么他都很了解是吧？啊，对。在这个岁数不应该是初婚吧？不是，他离异，我也是离异的。哦，都是离异的。对，他12年离的婚。我是10几年前就离婚的了。因为以前就认识嘛，大家都有电话嘛，同事嘛，然后他就离了婚，离了几年以后，他就一直给我发微信。给大姐发微信干嘛呀？就是聊聊天而已。哦，就是聊聊天。对。后来怎么就想追大姐了呢？因为她漂亮啊。哦，因为她漂亮，我喜欢她。啊，你喜欢她？今天为什么来啊？就我们最近就老闹矛盾嘛，特别是最近这半把年老闹矛盾。为啥闹啊？闹很多。首先就刚开始他追我让我感动了，我跟他在一起，刚开始还可以，但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很多都就是好像都不行那种感觉。首先就是年龄问题，我比他大8岁，我慢慢就觉得好像就是差异很大。我的身边朋友啊就说，哎呀这种看不好，姐弟恋看不好，反正身边人笑我，然后我父母也有一点点那种不同意。然后我就反正就感觉很大的。不是你过去不也没在乎过年龄吗？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给他感动了，我就答应和他谈恋爱，但是时间久了就是不一样的。身边朋友会说，家里人会说。我相信年龄这个问题不应该是最主要的，还应该有其他的事儿。就是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时候跟他聊天嘛，他就说想生一个小孩。你想一下，主持人，我这个年龄了是吧？我自己都有2个小孩，他也有1个小孩，都3个了，怎么生小孩嘛？再说我也不想再生一个小孩，对我的孩子不公平。他倒说，哎呀，那你实在不生无所谓，但是他已经提出来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说得很明白了，是吧？我说不一定说一定要生小孩，生小孩之前我但是你已经提出来了，你已经提出来了，那就我心里面就有个结了，是吧？我就感觉我如果跟你结婚的话，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，是吧？我就不想害了你。明白。我问一下，您的2个孩子跟谁啊？我的孩子跟我。跟您的孩子跟谁啊？跟我。哦，那还真是。那要再来一个还挺麻烦，4个就是嘛，就是嘛，很辛苦的是吧？对。孩子你要不要？可以不要是吧？可以不要。不是，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但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啊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他大男人主义，你别看他比我小，他管起我来挺厉害的。哦，他怎么管你啊？真的，就比如说哈，我以前我是开服装店嘛，以前有点积蓄，我就7年8要在我老家贵阳那里买套房子，他就死都不同意。我说我喜欢，他说不行，他说你在深圳这边买，因为我们现在在深圳那边嘛。我说深圳这边买不起，对吧？他就说不行，反正你不能在那边买。是吧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我朋友介绍我去的。你连一个朋友的话都可以相信，我这么爱你，这么保护你，为什么我提出了一点点小的建议，你都不听呢？但是我都跟你讲过了，是吧？我都跟你讲过了，深圳这边是买不起的。您自己买，他怎么能阻止到你呢？他就不准我去买呀，他就说如果买了的话，就说我不尊重他，他是男人，我不尊重他，他还。那次还跟我闹得很厉害的，就说好像就是要分手的那种感觉，是这样子。我们闹得很厉害。我只是说从侧面说吓唬他的。吓唬他的啊，行。但是你这种吓唬的话，我会记在心里面啊，是这样的。
结果我买了，然后我们就吵了一大架。你还是买了？还是买了，因为那是我想做的事嘛，对吧？是我的家乡嘛。买了以后我们就吵架，就冷战了1-2个月这样子。反正我就觉得真的这方面的话，就是很让我就是说又打了一个心结。后来怎么缓和的呢？人家买了，所以怎么我们就慢慢的跟他聊天。他又哄我呗。那你们俩的钱现在是怎么火活在一起了呀？还是各花各的呀？不，他以前的钱的话就是给我保管的，就跟我在一起就给我保管。最近他不给我管了，最近他就我也是男人，我要用钱呢，是不是？你说你买车，结果你拿去干嘛了？你还不是到处跟那兄弟喝酒啊、应酬啊，就乱七八糟的花这样子。我管他的钱，还不是为了他好嘛？结果他的话他就不让我管了，最近不让我管钱了。我知道是你为我好，但是我也是个男人，我需要有钱的时候用钱。你要用钱的时候我会给你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拿去的话，你说买车，结果买车没有，你这样子说的话，我就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我拿钱无非就跟我的朋友、同事他们出去喝点小酒。你喝酒，你不是喝小酒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这次过年了，我带他回我老家去茅台镇，知道吗？我是贵州茅台镇的，我们那里都很能喝酒的。他以为他很厉害，逞英雄哦。他想做英雄嘛，想喝2杯给我家乡人看看。你不想想你什么料子？我家里的人都是喝酒长大的，我是茅台镇的产酒的。他去跟我那个哥随便敬2杯，还有我的小侄子，我一个小侄子就把他灌倒了，2杯就把他弄倒了。人家当喝水，他呢不行的，他一喝就喝倒了。不是你哥哥说，你第一次来，我们干一个了。你要是不喝好，怎么的一说一大堆了。好了，你喝酒就算了，对吧？那我让你喝是吧？你喝醉了，你干嘛了？你知道吗？他喝醉了很搞笑的，真的是，就在那说，哎呀，你们贵州的山呐，好多啊，路又不好啊，你看这些地方都没我家乡好。你看我家乡都是田园啊，山也好，水也好。哎呦，我真的晕死了，哪有这样人的？说人家家乡不好，说自己家乡好。那你让我人多丢脸啊！你能听吗？是不是？你说我家乡不好就算了，你还说什么了？你还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地这个菜不好吃，那个菜也不好吃，哎，你很搞笑啊你！你说没说？我说了。真的，他气得我真的是，我当时就想回深圳以后分手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就回深圳以后分手是这样子。为啥没分掉啊？又哄我呗。他真的说实话还是挺关心我的啊，就说跟我出去散步啊，走到哪里。就到你们老家喝多过一次，平常不会乱喝。哦，有喝。他回到深圳，他那次说改，我也相信他。结果回到深圳以后，他又跟几个兄弟去喝酒，我就说你去少喝点，他答应的好好的。结果几杯敬下来，又马上又忘记了，又跟人家喝。他们去喝酒也是因为工作上面的事情聊聊天。哎呀，我明白你动不动就说你工作上的问题，结果你喝。我当时呢，就是其实我是开了句玩笑，对面他有个兄弟很会敬酒啊，我就随便在他耳边说上，我说这个人呢情商很高哎，他就马上也要逞英雄了，就哎呦，我就当时知道我说错话了，他就站起来跟人家就干杯，一个一个的敬。不是你不是茅台镇的，你喝酒跟喝水似的，您上来2杯呗。但是我就不喜欢喝酒，我对喝酒不感兴趣，因为我这个人对身体上面我很保护的很好。后来呢？对，然后他喝多了就手舞足蹈的，又抖腿，那我就觉得很丢人，我都掐他腿了，他还马上站起来说：“你掐我干什么？”他一说一站起来的话，就凳子一推，然后就把人家那个大的空调酒楼里面嘛就撞坏了。当时人家酒楼服务员都过来了，他还说了一句：“你回去吧，你不要管我。”当时我就回家了，我气得就回家了。我怎么出了事儿你跑了呢？他都把我气到了，我不跑，我还在那儿丢人现眼啊！那你应该帮他的呀。我帮他干嘛？他都叫我走了，那我总要点脸的吧，是吧？然后我回去以后，我跟我的同事他们一起喝小酒了，那天喝多了。也不是因为我们2个人的事情。哎呀，反正你就是控制力很差，我跟你说。行。对，然后我就回去就等他有几个小时，等到凌晨3点，他都还没回来，4、5点的时候回来了。你说怎么了？回来的话，哇，全身吐得脏不拉几的，而且我是有那个洁癖的，吐得脏脏的，还不说。诶，我说，因为我打了他1晚上的手机，他都没接嘛，一看手机、钱包全部都飞了，不知道去到哪儿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去干嘛去了。你说这样子我怎么跟他在一起？那天晚上我是喝多了，也不是因为我们2个人的事情。行，你就别解释了啊！哎，我倒觉得你们俩真应该分手。大姐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。你看啊，在酒桌上，你一个眼神说这个人的情商很高，他马上就吃醋了，对吧？他情商比我高，说明你喜欢他，是不是这心理？然后人家马上冲出去喝了，说明他心里全是你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可是，在你的心里是什么呢？当他出事儿的时候，你嫌他丢人。你跑了，
然后回来你还说，你看你吐的手机和钱包都没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一起照顾呢？哎呦，我都给他气的，反正就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你说一件喝酒的事儿，我就突然觉得可以分手。当然了，肯定这是我的意见，你肯定是不分的，是吧？你能告诉我这大姐有什么好吗？我真的很喜欢她。你喜欢她什么？除了好看之外，她有一个善良的心。她对你有什么善良的呢？其实我这个人很喜欢喝酒，每个星期出去喝3、4次了，每天晚上几乎上不是喝酒就是上班啊，回到家里无非就是哎呦，你讲到你那个什么那个回家，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很邋遢，4、5天才洗一次衣服的，堆一大堆衣服在那儿。然后的话，我就因为我是有洁癖的人，然后就我是做售后服务的，很累的，每天从早上7点钟出去，有的时候晚上11、12点钟回来，是不是？我回了家里我就想休息一下。反正你那是借口吗？你那个家里搞得那么脏，然后的话，几乎上每天凌晨3、4点才睡。你想我的生活习惯那是不一样的，我生活习惯是10点、11点就必须要睡觉的。他是熬夜熬到3、4点的，而且又邋遢，那个衣服到处1个星期洗一次的，堆在那儿。我的话每天都是要洗衣服的，所以生活饮食也不习惯，是这样子。我的衣服也分的浅色和深色啊，我都慢慢的分出来的。我这么想的。好了，这个也不说了。你们谈了也有2、3年了，对吧？嗯。您觉得不合适是吧？对。您想分是吗？就是怎么讲呢？其实我来到这里的话，就是说我也很矛盾，也很纠结。我就说他如果真的能改正过来的话，我还是会考虑一下的。我说来这里请几位老师帮忙一下。这么说吧，您是不是还有点舍不得他呀？对，还是有一点点的。你还想娶大姐吗？想。你孩子多大了？13岁了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这儿子觉得这个能做他阿姨吗？我们在一起聊过这个事情啊，他没有意见的。啊，没意见。您家那2个孩子呢？倒是没意见。哦，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啊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最大的阻碍是在您这儿，对吧？对。你觉得他邋遢，他大男子主义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他好喝酒，对，特别喝酒我接受不了。好，明白了，让他们给您分析分析，好不好？看下步怎么办？咱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大姐刚才一直跟我们说，如果大哥能改的话，你还是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的，对吧？但是他可能改不掉。你就说2点，你最要求他改的地方，你说就是喝酒，特别是喝酒，还有邋遢，这2点对吗？在我看来，大哥就是喝点小酒，吹点小牛，有点小不爱干净。我听起来没有特别大的原则性问题。但是他喝酒喝醉了，很让我丢人哎。所以这其实归根结底是你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结。我刚刚记下来几点，首先你说到的这个是年龄问题，差8岁嘛，我觉得不是问题，因为你们俩看起来你并没有比他年纪大，保养得很好，谢谢。而且在大哥心目当中，您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，这就够了。第二，孩子的问题。您刚才讲说啊，他要生个孩子，我觉得对话应该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你问他，你说，哎，我们如果结婚以后，我们要不要生一个孩子？他说啊，我们生一个孩子，是不是这样？他当然得这样说，要跟你生一个孩子，因为他才表现他爱你嘛。是个人都得说我愿意和你生孩子，如果他说我不愿意，你还肯嫁给他吗？所以我觉得这完全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问题，都不是问题。你们当中其实有一个核心问题，也是很多再婚家庭当中的矛盾，就是经济问题。刚才讲到的其实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，是因为他阻止你用你的钱去老家买房子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把他的钱放在了你这儿，然后自己花的时候不自由，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。经济问题，对吗？至于后面讲到的什么邋遢呀，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。但是我很在意哎。是啊，你很嫌弃啊，我看到了，你一脸的嫌弃，对于他来说，你根本就没有特别看得上他，只是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在我身边照顾我。
突然出现了一个暖心的男人，肯为我吃苦，肯为我受累，你是感动。然后时间久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他除了带给你感动以外，他身上的那些小小的那些毛病，在你看来都是一根一根的小刺，你有一点受不了了，有一点忍受不下去了，所以今天才会来嘛。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就是你现在对于他的状态。大哥其实今天还是满心的想要把大姐领回去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我很喜欢他。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他，可是他没有那么喜欢您。我会倍加努力的。他现在最介意的就是您喝酒吗？说我邋遢。邋遢，能改吗？我为了他一定会改。我相信您能改，但我不相信在大姐心目当中，您改了以后能够加到满分。所以恕我直言，我并不看好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就是想要在一起，然后也给电视前很多再婚家庭的建议就是，你的孩子我爱，谁的钱谁管，我觉得这样的关系可能会更稳定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先生，你知道你的女朋友她心目中理想的老公是什么样子吗？他希望是平平安安，工作上面不是说有什么大的起伏。你认为他的理想对象是能够给自己安稳生活、工作不太起伏、收入稳定的人就好？对，这是他理想的对象。对，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有点不了解我。刚才我已经说了嘛。他非常不了解你，对呀，我都不知道这先生哪来的勇气，这么执着的爱着一个根本就看不上你的女人。他就一根筋。他一根筋啊？你也挺奇怪的。如果说真的像这位男士所想的，你希望的对象是安安稳稳、有稳定收入的这样一个先生的话，你们其实可以过得非常好啊，这些都不缺呀，就是他就是不爱他呀。不是，他就是他喝酒让我讨厌啊，我接受不了。先听我来讲啊，其实对于再婚家庭来讲，你们二位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组合了。在我看来，彼此踏踏实实，孩子接受你们，财务统一，经济没有纠纷，还有什么矛盾吗？没有矛盾啊。那为什么在今天现场你那么激烈的说他呀？我都听不下去了，那机关枪一样噼里啪啦，我都不知道这男人怎么承受的。我觉得你看不上他，或者对他有不满意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你要尊重他。我满场听到都是你对这个比你小8岁、热烈的摸不着头脑爱着你的傻男人的不尊重，这样就不好了。如果你嫌弃他，就是愣头青一样，因为你的一句话就跟人拼酒，拼完了以后就醉酒发疯。如果你嫌弃他，就是这么一个糙老爷们儿，4、5天洗一次衣服，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，都不找老婆了吗？如果你嫌弃他，只有2个方法：一，帮他改造啊，你不是爱他想跟他在一起吗？帮他弄，帮他洗。还有一个，不喜欢就分开，不要不尊重他，不要说那么多伤人的话数落他。其实先生，我想跟你说的啊，真的不是说你多努力就能和他在一起，你压根儿就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他。最初和你在一起真的是因为你的热情、你的年轻、你的朝气，甚至你那股愣头青的状态，这些打动了他。但是长远来看，你不是心中让他理想的那个对象。我始终很担心你达不到他的要求，我并不看好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要让这位先生一下子放弃做不到，那么至少请先做到一点，请你尊重他，彼此尊重才是感情的基础。希望你们能够找到和睦相处的方法吧，一起加油吧。谢谢杨老师。我觉得你们2个人就一点不知足，就是女士大姐完全不知足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其实我觉得2个人往下走的这个路都已经铺好了，就只要说奔着这个大方向往下走，日子会过得
很幸福，可是您就是觉得好高骛远，我非要找一个不喝酒，然后呢也特别干净的男人。但您听没听说过一个词儿，就这世界上人无完人，您身上也有毛病吧？但他始终从来都没说，在他眼里你就是完美的。就其实他给你的生活当中已经带来了无限的希望，给你的未来带来了无限的憧憬，但是您非要就是说要改造一个人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不能改变了你想要改造他的这个想法呢？你如果能的话，那他也能改；你如果不能的话，他也不能。就我不用你戒烟变干净了，你能改变这个想法吗？一下子可能做不到。对呀，他也一下做不到啊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嘛，是吧？只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对方，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你是个粗糙的男人，每天干着风吹雨打的工作，你的生活就是满身臭汗，邋里邋遢。所以你应该找的女人是每天帮你洗衣服，喝酒解乏的时候陪你喝杯小酒，喝醉了的时候懂得去服侍你的女人。这种踏实的女人才是你应该找的对象。但是我知道，有的时候事实偏偏相反，越是粗糙的男人越想找漂亮的女人，但是自己也不掂量自己在对方心目当中的位置。你以为你住5楼看3楼你就能找到他呀？你只能惦记，但却得不到。至少到现在为止，你不光没有得到他的心，得到他的认可，你还没有得到他的尊重。你是在踮着脚仰着下巴找爱情。当然我想跟大姐说的是，你们俩都在深圳奋斗，你除了保养的好一点之外，你的命运跟他其实差不多。这个男人其实挺踏实，每天干那么多靠力气去换钱的活儿，你要是爱他，你就会心疼。你会跑到他房间里面，一边唠叨着这家伙太不爱卫生了，然后一件衣服一件衣服，一双袜子一双袜子拿着去搓了。你那叫当别人的媳妇儿，当别人的女朋友，而且你还比他大8岁。你应该更懂得生活的本质是踏实、真诚、可靠。我不去排斥或者是说评价你的生活有多么不好，因为每个人有生活的选择。有洁癖那是你的权利，想要过上更品质化好的生活也是你的权利。如果你想要过那样的生活，请你别招惹5楼的他。是他先招惹我的。哦，那你就别搭理他，因为你自认为你的层级比别人高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忠厚甚至有点笨的男人，你就不要去招惹他，更不要去收别人的工资卡。其实你也不容易，你带大2个女儿，所以你的生活目标应该更明确一些，好不好？他今天肯定是不会走的，一个男人正在迷恋着你，他肯定不会走的。但是请你主动一点，因为你明明知道主动权在你这儿，好吧？我就是被他。不会，我说你负责任，对自己对他都负责任，好吧？我觉得有一个道理是最基础的道理，我就问你，你不爱一个人，你能跟他生活一辈子吗？你说你还能，那你就继续招惹他。你要是不爱一个人，你又不能跟他生活一辈子，你就赶紧离开他，因为他是认真的。你是特喜欢他吧？你有喜欢一个人的权利，对吧？对，喜欢着，别干扰，别打扰。人家如果今天选择离开的话，就别死皮赖脸就行了。我相信你不是死皮赖脸的人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大姐只有一个要求：如果你今天留下来了，你回去你就好好对人家，要不然你就走，好吗？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六。阿红啊，我知道我有很多缺点，你也不够喜欢，但是经过了
专家的这里一说，我相信我还是会改的。给我这个机会，相信我，让我牵着你的手，一起白头到老。给我这个机会了，我想牵着你的手走下去。如果你真的改得过来的话，我还是要考虑一下，但是我怕你改正不过来。放心，喝酒的事情，我相信我一定改得掉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行，认低头了也好。快，看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亲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。哎，刘备，干嘛你？第一次吧？对。我们没人逼你啊，自己的选择啊。其实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傻，刚刚听了几位老师的说话，我马上就头脑也有反应了。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有很多不足。好好的在一起吧。我们这订婚环节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奔着结婚去谈恋爱，所以你们先谈着，好不好？实在不行，分开也可以，谈得好就结婚，好吧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送上我们的礼物。来，有请小花童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抱一抱，抱一抱，抱一抱。在爱里等着你，被你疼惜有种暖意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来，祝你们幸福。把我放进两颗心，请回。那手抓着都不肯放，你知道吗？不想确定日期，拉长幸福你看那手，来填满回忆。一个痴迷，一个观望，3年多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。今天也算女方有个明确的态度，说我愿意试着跟你谈谈恋爱。这恋爱谈起来，不知道会谈成什么样。如果有问题，我们也欢迎他们再回来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下一对嘉宾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国29岁，来自河北工程监理；女嘉宾小萌22岁，来自河北教育机构老师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恋爱好像也有2、3年了，是吧？对。怎么认识的呀？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在教育机构代课嘛，代课认识的。他呢？他也在那儿代课。哦，我们在一块儿代课。对，在同一所教育机构啊。谁追的谁？我追的他。怎么样？感情挺好的？现在不太好。哦，以前肯定很好啊。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好的？就是临近毕业这一年吧。哦，就是这一年不好了。为啥呀？因为临近毕业嘛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毕业设计，还有论文答辩什么的。你应该是硕士毕业了吧？对对，29是硕士吧？对。然后这段时间呢，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让我很伤心，很失望。行，咱一件一件的事儿说，好不好？先说第一件让你伤心的事儿是，就是过生日嘛。以前过生日的时候他都会记得，然后都会准备礼物什么的，然后每次生日我们都会去看一场电影。然后今年生日我说他比较忙，然后我就提前把电影票买好了，我就到电影院去等他。我到了以后就是给他打电话嘛，然后没人接，一直打就是一直没人接，然后到最后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回学校了。是这样的，我那时候因为今年嘛，就是刚好忙着毕业，也忙着写毕业论文，忙着做实验，可能忙起来，可能我把他生日，我承认我那次我把他生日给忘了，但是我第2天我又去找他了，又去给他赔礼，给他道歉，
但是可能他还是感觉，生日那天对他很重要，可能。对，因为就是我不。行了，长了教训了，记住了，不再忘就好了。相信还有别的事儿，说别的事儿，咱不纠缠于这些，对不对？还有别的事儿，你难受吗？还有就是我不是低血糖嘛，有一次比较严重，就直接晕倒了。然后我舍友就是给我送到了那个校医院，送到校医院以后给他打电话，也是没人接，打了好久都没人接。然后第二天给我回过来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缓过来了，输了1天液嘛。然后问我就是说怎么回事，我说我昨天那个低血糖又犯了，有点严重，送校医院了嘛。然后我说不过现在没事了，然后他当时就说没事了就好。当时我就挂了电话了，我就是特别气愤嘛。我现在没事了，但是我就是。对，但是我后来还是回去看你了。不是这个后来有多后？当天你就去看他了？不是，是这样的。他那天不是晕倒了吗？他朋友让我送他们去医院。当初他给我打电话一直没打通，可能也就是我可能没接。我记得那时应该是我跟我同学去聚会了，喝点酒，然后可能喝的有点多了。但第二天我也要赶紧忙我的实验嘛。当时我跟他回来一个，我感觉他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是吧？然后我就赶紧的想着把实验赶紧弄完以后赶紧去见他。对，就是在他心里做实验，就是比我生病这件事还重要。就是我一般不会麻烦他的，我知道他忙，但是他就是在关键时刻就是不能及时出现。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啊，确实女生会寒心的，对吧？你不在意人家吗？对。好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就是这是我们2个人的事儿嘛，但是有一件就是涉及到父母这儿，就是挺严重的。啥事儿？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将近3年了，而且今年要都毕业嘛，父母也知道，我父母都知道的，知道他大我7岁，就是有点顾虑。但是我在父母面前一直很维护他嘛，然后就是说想见见他，因为现在毕业了，要问他什么打算，对未来做一个规划什么的。但是呢，他一直没时间陪我回老家。临毕业前，我父母有点急了，说我们去看一下，去你们那边去找你。就爹妈上门来了。对，但是呢，我爸妈开车在路上的时候，他就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就是我就特别生气，我是提前我把酒店都订好了，餐厅都订好了，我还和我爸妈说，就是说他都张罗好了，去哪儿玩什么的，我都做了安排，只要他出现就行了。但是到节骨眼上他就走了。你干嘛去了？其实是这样的，5一吧，他父母也要过来。说实话，当时我也失约了，我承认这个。当时是我们一起约好的，他父母来，然后我见见他父母。然后什么饭店呀、酒店呀都已经订好了，但是呢，到临近最后呢，因为我负责了一个项目嘛，一个课题的一个项目，所以说呢，我又去了一个兰州。他那边相当就是个工程嘛，因为你拖1天工期，他是要损失很多的。不对，你这个应该提前规划好的事儿啊。因为他这怎么会临时呢？之前你越是工程越不会临时啊。他这因为赶工期嘛。对，你赶工，你不知道那个时候要去吗？你负责项目的，因为我刚开始是已经安排好了，就是没有事，但临时出现了一些状况。别解释了啊，是不是害怕见他父母？你说实话，有一些你工程监理方的人，你晚去1天早去1天是多大的事儿啊？我们就是按人情常理来说，对不对？是我有一些怕见他父母，因为自始以来是你是故意躲避的，对不对？有点这种原因。你别拿借口，你这瞒不住，人家父母也不傻。是因为我一直感到自卑，因为他家条件比我们家庭条件好。好有什么好也要见啊？但是我父母一直没有对你什么压力吧，也没有对你要求什么吧，就是这次来见你，就是想看看你。我一直在父母面前挺维护你的，而且我父母一直很尊重我的选择，你没有必要就是去躲着我父母迟早要见的事儿呀，你躲到什么时候是头呀？我是想等我就是工作有些起步，然后我自己有自己的事业成功一点，然后我总是感觉在你面前，在你父母面前，你这事儿你其实就早跟他说，你说我不能见叔叔阿姨，你早说嘛。对，就是我这等于晃点了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爸妈也来了，然后他就不在了，所有一切就是我自己去处理的。行，这事儿听明白了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还有就是毕业嘛，我要回老家。你老家是哪儿？老家是石家庄的。哦。
然后我就想借着就是他送我回家，然后和我父母道个歉，然后就是你毕业回家是我，但是我那时候不在学校，我是在外面呀。他又没有送我。是那次是我真是不在他身边，也不在他一个城市那里面。我回来一次，基本上也得发挥2、3天来回。但是我提前和你说好了呀。当时那种工作是不是没有安排开嘛？你能提前回来呀？我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就为你都考虑到了，就只要你出现，而且这是你说你是考虑到了，为我考虑到了，你就拿最近咱们找工作这块事情吧。你要去石家庄去创业，而我呢，我要去做我的本来我原来的专业的工作，但你非得让我再留在石家庄陪你创业，这一点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但是你还说啊，老师我考，要是我考虑，你能不能为我想一想，就是说让我去有自己的，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之前一直没有反对过你，之前我说过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但是就是通过你最近这1年的表现，我不敢放你出去，因为这1年我们还没毕业呢，我们还在学校，你就做的这么让人寒心。去外地以后，我更不知道我们感情该怎么办了。现在是这个问题是什么？是你想做你的教育机构，他是想开个辅导班，继续干他的原来的本职工作嘛？然后因为之前你也干过呀，咱们就是通过这个认识的呀。是，我是干过这个，但是这是兼职啊，兼职跟我正式入职全职是不一样的。我听明白了，女生是希望回石家庄做创业，对，男生是希望说我还是要回到我的工程当中去，我做工程监理，这是我的本职。对，女生就认为过去如果感情好没问题，但是经过了这1年，女生感觉有点抓不住这个男孩子了，是吧？对，所以你要求他跟你一起创业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你的态度现在就是愿意跟他一起创业吗？不太愿意。不太愿意。一定让你跟他创业，你创不创？我不创。那你还爱他吗？爱他。你相信他爱你吗？相信。OK 了。你爱他吗？爱。爱他，让他干他该干的事儿，你又相信他。我不想让他走，我想让他留下来和我一起。留下来是说跟你一起创业，还是可以做其他的工作？尽量和我一起创业吧。如果他实在不愿意，就是但是也得留下来。但是留下来我能干什么？就像跟你一起干辅导机构、干教育工作。你们工程这些就是留下来也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呀？你没必要非得跟着工程走呀，没必要天天飘在外面呀。因为我想出去看一看，因为我跟他来之前是吧，我都接到了一个上海的一个 offer， 我也挺想去上海那边去看一看。我想去，但是他非得跟我闹分手嘛，非想让我跟他去创业。听明白了。我们不要拿去哪儿工作来验证它是不是爱情的一个标准，对吧？我们就爱情保卫战，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对你们的爱情到底有什么建议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什么忘记生日啊，什么低血糖送医啊，这些矛盾都是幌子。其实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在你们的心里面，尤其是在男生的心里面，不够门当户对吗？一次一次的逃避去见他的父母，因为自卑，因为有压力，不敢去见他的爸爸妈妈，或者说其实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并不笃定你们会结婚，因为你已经29岁了，应该谈婚论嫁了。可是你拒绝去见自己女朋友的父母，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准备要把这个女孩娶回家。我准备了，但是我想等几年，然后我自己有发展。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才配得上她，所以你才会这么的拒绝去石家庄这个城市。刚才女孩一直在问说，为什么她非要跟着工程走？因为他跟着工程走，就不用跟你回家了。在他的内心，他爱不起你。不管你是怎么觉得，你觉得我不在乎啊，我爸妈都听我的啊，我也可以让他们不在乎啊。可是他在乎。他跟你去石家庄，内心的感受就是我来倒插门了，对不对？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尊心的打击，虽然这种打击并不是你给他的。
但是这种打击对于他来说是客观存在的。所以今天给到你们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想继续和他走下去，你不应该让他跟你去回家创业，因为他一旦跟你走了，他唯一的那一点自信，他对未来的笃定也好，期待也好，就全部的淹没在你的事业和你的家族当中了，他就失去他自己了。如果他失去了自己，我相信你们也就失去了彼此的未来。我想告诉女生的是，不要拼命的把他拽过来，你拽到你身边越近，他可能会将来走得越远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可能我们很多人心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卑吧，即便是非常自信的人。我相信小伙子也会有自卑的时候。对。但我认为这丝毫不是你们感情的借口。其实你有多自卑啊？一个高学历的男孩子，一个已经打开一片天地的一个年轻人，去见一个可能家庭条件比自己家确实好一点的父母，有那么难吗？让你放下面子，放下自尊，说一句说叔叔阿姨，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够好，但你们相信我是一个有志气的男青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女儿照顾得很好。这很难吗？这需要多少自信才能做到呢？这需要多么自卑的人就不敢面对了呢？我认为是有难度，但是你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难。很多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匹配的男孩子是有勇气的，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爱。所以我认为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，你已经不够爱了。否则够爱的话，应该是知道女朋友晕倒了，在医院已经1天了，那应该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，跑到她的床前。你丝毫没有这些感受，所以至少在这一刻，我认为你的爱已经没有那么厚，所以也不愿意去面对对方的父母。也许你曾经爱过，但是你的爱里没有和他规划的未来。姑娘呢，我相信你对他有感情的，你爱，但是不得法。你看你刚才说的话，你说我不敢把他放走啊，他现在在我身边都对我不够好，我再放走了，那岂不是更跑得远了？你在爱情当中成为敢不敢而去评判你们如何相处的时候，那你把自己放得有多么卑微啊？你哪里比他差呀？如果一个男人看不住，他就在你的身边也看不住，你不可能24小时抓着他。如果一个男人够爱你，够自重，够忠诚，你把他放到天边海角去打拼，他的心始终在你这里，总会回到你的身边。所以你在情感中把自己放卑微了，他就更会觉得不在意了。人家都是晚辈去拜见长辈，好吗？他们家长辈来接见我小辈，你把自己越放的卑微，他越觉得自己可以不那么在意。所以留给你们自己去思考吧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按照男生小国的这个现在目前的处境，我觉得你完全不适合谈恋爱啊，现阶段。就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你好好做你的事业啊，等你功成名就了，就是达到你想要娶人家的那个标准，你自己心里那个标准的时候，再回去找姑娘啊。否则的话，你看你那么忙，人家这边就是日日夜盼着跟你见面，然后你一次又一次的推脱人家。您既然没有谈恋爱的这个心，也没有谈恋爱的这个劲儿，你的工程又那么重要，你又希望你走一走看一看能够增长视野，那就算了吧。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啊。对女生有一个忠告，就是咱倒追可以，但倒贴一定不行。你看你刚才描述的种种，酒店订好了，餐厅订好了，我父母来了，只要你人到就好。生日的时候电影票买好了，在电影院等他，只要你人到就好，都是在倒贴。在这段感情当中，你迷失了自我。如果用这样把自己一切放低的方式去迎合他的话，那最后得到的也不是你想要的爱情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其实你说，就你们俩有多大的门不当户不对？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。不是你没有考虑过，我是指在
物质收获以及社会地位上，我相信你们家不会太门不当户不对。对，你们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，是男方自己刻意的夸大了这样的距离。他实际上是他爸妈想让我留在石家庄。不管，我不是说入赘不入赘，我是指你一昧的在强调说你们家里很贫穷，他们家里很富有，其实这种差距并不大，这成为了一种借口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各走各路，你做你的事业，他去他的上海。如果这样相持下来，你们还能够始终想起彼此的感情，依然是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那部分，可以因为这份感情而跨越地理，可以跨越一些形式和差距，那个时候再谈也不迟，好吧？就这样。哎呀，拿庞的事儿说事儿吧。喜欢他的时候，追他的时候，不知道他们家跟你们家的差距有多大，是吧？刚开始不知道，肯定不知道。姑娘好看吗？追，这就叫什么？随遇而安了，对不对？我遇到他了，我就追他，我心就安了。可是当你们一定要在一起，希望有结果的时候，随遇而安的这个词你们却忘记了，开始较劲了。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也没说要回石家庄还是去上海吗？不停的附加，事情变得复杂了，当初那个本心却丢掉了。所以你也别那么忧愁，该说什么说什么啊，该怎么样怎么样。女生也特简单，把话说清楚，放他走，也放心自己，一定不要太跟自己去较劲，你会活得更快乐，好吗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还记得我们就是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叫《同桌的你》，当时林一走的时候，他同学对周小栀说，他要走了，你俩就完了。这次如果你要走了，我感觉我们就完了。我就是想把你留下来，我不想让你走。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回老家，和我一起创业。是我创业是可以给你创业，但是做兼职是可以，但是真的是让我做教育，我学的现在我们都毕业了，都到了要选择的时候，一下子让我放弃我多年来所学的专业，我是真的不舍啊。但你想放弃我吗？放弃我们的感情吗？你能给我理解我吗？哎呦喂，气着我了！我跟你讲了半天，你还那么较劲呢？什么叫得到？什么叫失去啊？现在也许你放他去了上海，你觉得是失去了他，说不定未来他又回到你的身边了。在大学里有多少对说是到了一起，后来不也散了吗？你追求这个有什么意义吗？不强求自己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这位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哎，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结果。今天节目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启示，我们不要把爱这件事情无限的去放大，包裹到生活的层层面面、方方面面，其实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。